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回高中参加校庆活动，昔日本就讨厌我的班主任对我冷嘲热讽：“哟，这不是我们班的吊车尾吗？读书的时候就考不上大学，现在在哪个工地上搬砖啊？”他一面对我翻了个白眼，还没忘记对姗姗来迟的班长大献殷勤：“小宋啊，老师当年就觉得你这孩子有出息，学校的那2栋大楼是你匿名捐赠的吧？还是和当年一样低调？就连曾经我暗恋的校花也围绕在班长的身边贬低我。阿明当然厉害了，不像有些人，以前是学校的蛀虫，现在是社会的搅屎棍。可他们不知道，学校的那2栋大楼是我捐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站在母校的门口，看着那熟悉的石碑，我的心中竟然也难得地涌现出了对于青春的回忆。高中毕业至今已经4年了，我仍旧不敢忘记当年在学校里的每分每秒。可以说，我如今的人生有一大半是由我的高中生涯所奠定的。校庆放在了周末，学校里并没有学生，有的只是和我一样返校的毕业生，还有领导和老师们。我深吸一口气，朝着学校里走去，凭借着熟悉的记忆，一路来到了高中时候的班级。还没走进教室里，我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声音：“哎呦，同学们来得这么早啊，让老师看看。8年时间过去了，也不知道老师还能不能把你们认出来。”停在教室门口，我垂在身侧的双手逐渐紧握成拳。男人的声音还在继续，在一阵调笑之后，他的声音转而变得嘲弄起来：“要说咱们班，我印象最深的啊，还是那个周泽雄。也不知道那个傻子现在干什么呢？读书的时候就蠢得要命，估计现在啊也混不出个什么人样来。”回应他的是老同学们哄堂的嘲笑声。不巧，我就是他口中的周泽雄。这样的话，高中3年，我不知道听见了多少。中考那1年，我凭借着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终于考上了我们市中心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我背着爸妈给我准备的住宿用品，从县城一路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学校门口。可到了教室之后，迎接我的并不是同学们友善的笑容，而是他们看向我的时候，那带着不敢置信与嘲笑的眼神，像是在看着一个闯入地球人世界的外星人。我这才发现自己手中的蛇皮袋和他们带着滑轮的精致行李箱有多么的格格不入。从那天开始，我高中如同噩梦一样的生活正式开始了。毕竟是重点高中，他们并不会和小说里一样对我进行身体上的残害，可偏偏那样精神上的无视和时不时出现的嘲笑，对一个青春期的男生来说是致命的。没有人愿意和我做同桌，我的位置永远与垃圾桶相邻，也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我在学校里永远独来独往，可这些都没有关系，反正我来学校也只是为了学习而已。我们的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初中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很好，名列前茅。可在高中开学的第1堂课上，我就出了大丑。我从不知道，原来我的英语发音这样的难听，难听的让所有人都发出了嗤笑声。在他不屑的目光中，我面红耳赤地坐下。从此，班主任对我就多了一分忽略和漠然。高1的第1个学期，我在这样痛苦的环境之下度过。寝室里的其他同学全都会用防备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小偷。他们将我的东西孤立地放在一边，不允许我对他们的东西有任何的触碰，像是只要一下
就会沾染上没有办法消散的细菌。我的东西是脏的，食物是会中毒的，身上是散发着异味的，衣服是很久没洗的。明明我只是一个家境不算太好的普通人，可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不出意外的，高中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并不理想，爸妈皱着眉，愁坏了脑袋。我知道自己对不住他们，可我没有办法不被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在高一下学期的那一场污蔑之中，到达了巅峰。你们还记得吗？周泽雄高一下学期还偷了班长的一支钢笔呢。是的，偷窃罪，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一天。只是因为我总是单独行动，只是因为我想要在吃晚饭的时候省下一些时间学习，所以在教室里啃白面馒头。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穷人，而宋明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所以只要他说钢笔是我偷的，就一定是我。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将我的书包全部都倒空，让我站在包围圈里，像是一个真正的罪人。不管我如何解释，都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哪怕最后没有找到钢笔，他们都一口认定是我将它藏在了别的地方。我愤怒、耻辱，可没有人在乎我的心情。甚至最后，宋明的一句算了，为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就连班主任也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他说我读不好书，也做不好人。从那天开始，同学们对我的精神霸凌更加严重了。我偷窃的罪名传遍了整个学校，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别人窃窃私语的声音。老师们辱骂我的愚笨和不求上进，却从来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是否还可以认真读书？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将知识学进我的脑子里。直到高考的时候，我名落孙山，印证了他们的话。看，我就说，一个县城里走出来的穷小子能有多聪明？昔日的痛苦与耻辱让我的身体都止不住的颤抖。我推开门，大步走进了教室里。原本的交谈声因为我的到来而有片刻的静止。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那张曾经无数次进入我噩梦的脸，也让岁月留下了些许的痕迹。他眯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才终于确认了我的身份，周泽雄。其实也不怪他一时之间难以确认，我和高中时候的变化确实很大。那个时候，我因为自卑和恐惧，很少抬头看人，总是驼着背，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不仅如此，因为家中的贫困，我有些营养不良，虽然个子不算矮，可身材瘦弱，一阵风刮来都像是会被吹跑。高中毕业后，因为只考上了一所民办3本，高昂的学费是家里没有办法负担的大山。我主动放弃了读书这条路，一个人背着一个包南下寻求出路。好在，虽然上天给我关上了一扇门，却还是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毕业的第1年，我随手就下了一个倒在路边的中年男人，却不想他竟然是大公司的老板。他的孩子早逝，对我的救命之恩很是感激，所以收留我做了他的义子。在他的教导和帮助下，我开始跟着他走南闯北。短短3年的时间，我就已经出山，并且在此之后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上天待我不薄，这条路我走得很顺利。在义父的提携和帮助下，至今已经小有成就。金钱能够带一个人巨大的影响，哪怕我的五官没有什么变化，可我的气质却已经天差地别。我笑着朝着班主任微微点头示意。这些年，我早就已经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哪怕心中再恨他，我都不会表现出来。
班主任用惊讶的目光上下打量了我几眼，随即用恍然大悟的语气道：“哟，这不是我们班的吊车尾吗？读书的时候就考不上大学，现在在哪个工地上搬砖啊？”班主任的声音刚刚响起，已经到场的同学们就发出了嗤笑声。他站在讲台上，用得意的眼神看着我，像是在说：“就算毕业了又怎样？我仍旧是所有人看清的对象。”可昔日对我来说无比难听的话，现在却已经不能给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是真的一无所有。可现在的我却只会将它看成一个笑话。承蒙高中时候您的照顾，我现在过得还算是不错，没有预见到我的羞愧。班主任脸上的笑容有片刻的僵硬，直到高中毕业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针对我。班主任和我一样是小县城出来的人，但他比我幸运，他没有遇见和他一样的老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进入学校任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偏偏人骨子里的自卑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的，哪怕他如今看上去光鲜亮丽，心中也仍旧觉得自己是那个穷小孩。针对我，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在给自己一个融入他们的机会，可笑又可悲。切，装什么大度？谁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声，我转过头去，一下子就和记忆中的脸对上了。林苗，读书时候班主任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宋明的暗恋者。当初宋明污蔑我偷窃钢笔，他是叫嚣的最厉害的那一个，也是他建议脱光了我的衣服。仔细检查，也许是我的眼神过于冷漠，林苗在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竟然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末了，他又觉得自己的动作过于的怯懦，挺直了脊背，对着我高高抬起了头。干嘛？我有说错吗？学校里谁不知道你当年偷了班长的钢笔？你这个小偷！我勾起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小偷？你们当年没找到证据，难不成过了这么多年就找到证据了？毕业这些年，我终于学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证毫无意义，尤其是面对从不相信你的人。林苗被我说的一梗，久久不能回应我的话。倒是班主任又一次开口道：“行了，周泽雄，当年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有数，你又何必在这里强词夺理呢？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做到。”又是这样看似公正的话，可实际上却将一切的罪名都推到了我的身上。有了班主任的撑腰，林苗又一次得意了起来。就是除了你还有谁？谁不知道你是班里最穷的？那钢笔肯定是被你拿去换钱了。周泽雄，你现在的老板知道你以前是小偷吗？要不要我帮着解释一下？林苗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如以前一样，要将我钉死在耻辱柱上。我轻笑道：“谁说只能是我？或许那钢笔从来都没有，大家都到了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转过身去，宋明就站在班级门口，而站在他身边的是当年学校里的校花沈明月。比起班主任，宋明才是我最恨的人。当初他们没有在我的身上找到钢笔，那一场闹剧最终以他们的哄笑离去作为散场。我独自一个人穿好了衣服，将所有的东西放回了书包，哪怕明知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那天我还是忍不住在学校的操场上落了泪。宋明就是在那个时候找到我的，在那之前，我和所有人都一样，觉得宋明是真正的君子。他生得好看，成绩好，家世也好，是生来的世界主角。我一边狼狈地擦着眼泪，一边想要他相信我真的没有偷他的钢笔。可宋明只是笑着看着我，
开口时的语气带着高高在上的怜悯。我当然知道不是你了，因为钢笔没有丢，而是被我转手卖了。我看上了一双新鞋，可爸妈不给我买，我只能出此下策。但我总得找个理由吧，不然如果他们问起怎么办？我呆呆地抬头看着他，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嘴角的笑容看上去是这样的温柔，可偏偏说出口的话却像是刀子一样锋利。周泽雄，别怪我，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怪你太穷了，注定了只能是弱者。直到宋明离去，我都没有回过神来。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原来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只能够成为别人的踏脚石。周泽雄，好久不见。宋明朝着我走来，站在我的面前，用温柔的声音和我打着招呼。如果不是因为过去，或许我也会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我没有回应他，只是沉默着注视着宋明的脸。哎呦，小宋啊，你可算来了，你怎么是和明月一起来的？你俩……班主任的眼神在宋明和沈明月之间来回打量，沈明月的脸上带着一抹羞红，不断地用余光看向宋明，但嘴上却说着否认的话。哎呀，老师，你说什么呢？我和班长只是在校门口偶遇了而已。哈哈哈哈哈！要我说啊，你两俊男靓女的，要是在一起，倒也是挺般配的。他的一番话让沈明月的脸更红了。林苗大约是不愿意看见二人登对的样子，偏偏要扯开别人的注意力，硬生生将话题放在了我的头上。明月真是越来越好看了，怪不得读书的时候，就连周泽雄都有胆子暗恋你呢。他的话成功的让沈明月的脸由红转白。高中的时候，所有女生都认定了被我喜欢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我也确实对沈明月心动过。少年情窦初开的年纪，喜欢上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同学，再正常不过了。可我的心意不知为何传了开去。那一天，沈明月趴在桌子上哭了很久。从此，众人嘲讽我的话又多了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宋明笑着替沈明月解围道：过去的事情，现在就不必再多说了。林苗住了嘴，只是脸色难看的厉害。还是小宋有度量，老师当年就觉得你这孩子有出息。学校的那2栋大楼是你匿名捐赠的吧？还是和当年一样低调？宋明淡笑不语，变相的默认了班主任的话。可我怎么记得这2栋大楼是我捐的呢？人在有钱了之后，就喜欢做点回报社会的事情，所以我匿名给学校捐了2栋大楼，也算是回报一下当初高中校长在得知我家里的情况后，免除我的学费让我入学的恩情。我匿名是不想引起过多的麻烦，可不是为了让别人占用我的身份。2栋大楼，天啊！班长，你现在这么厉害的吗？你在自己做老板吗？班主任的话立刻引起了所有同学们的惊呼声。沈明月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用震惊而崇拜的目光看着宋明。宋明一如既往带着淡淡的笑意，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做点小生意而已，不算什么的。他当然淡泊名利了，花钱的人又不是他。可恨，显然所有人都相信了。一窝蜂的，原本还在看戏的同学们都簇拥到了宋明的身边，他们叽叽喳喳着，无非是希望宋明可以帮自己一把。我看着人群中间的宋明，像是被众星捧月一般，眼里的得意与骄傲更是挥之不去。班主任不知何时到了我的身边，看见了吗，周泽雄？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下等人永远是下等人，不会因为进入了社会就改变了自己的阶级。
他妄图从我的脸上看见愤怒与羞愧的神情，可让他失望了。我的脸上什么都没有。我用冷淡的眼神看着他，轻声问道：“老师，你的这句话究竟是在和我说，还是在和你自己说呢？”班主任看向我的眼中带着惊讶，可我的话还没结束。你针对我，是变相的讨厌以前的自己吗？老师，这是种病，我建议你去看医生。班主任的脸色在我缓慢而悠闲的语气里越来越差，直到最后完全扭曲。周泽雄，你……他咬牙切齿着，像是要将我五马分尸。可他很快就制止了自己的话，眼神看向了不远处的宋明，紧接着嘴角都慢慢上扬。我的眉心一跳，立刻就意识到了，他想到了教训我的办法。班主任突然大声嚷嚷道：“周泽雄，你说什么呢？这2栋大楼是你捐的，别开玩笑了！”原本还嘈杂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回头看向了我的方向，他们的眼神里有震惊，有嘲笑，有鄙夷。班主任继续道：“小周啊，我知道你羡慕班长可以做成一番大事业，但也不能用这种话来骗人啊！你这样，我真的很担心你以后会不会走歪路。”他说着，还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看上去倒真的像极了一个替学生考虑的老师。我还没来得及回应，林苗就已经嗤笑出声。我看他是做梦做多了，自己都相信了，笑死个人。周泽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谎话，骗人呢？你连大学都没考上，怎么可能捐楼？这是沈明月的话。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眼神里的轻蔑无论如何都难以抹去。最后是宋明，周泽雄，高中的事情我不和你计较，但你不能任由自己变成一个满口谎话的小人啊！我仍旧一句话没说，他们就这样迫不及待地将我钉在了耻辱柱上，想要和高中的时候一样，再对我进行一次道德上的审判。只可惜这一次他们注定了会失败。我含笑着环顾四周，声音坚定：“是我捐的，怎么了？”这下就连班主任的脸色都震惊了。他本以为我会想方设法地撇清关系，没想到我竟然直接认了下来。在长久的沉默之后，班级里爆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嘲笑声，林苗更是直接笑出了眼泪，连腰都弯了下去。不行了，不行了，笑死我了！周泽雄，你是不是失心疯了？还是毕业之后工地工资太低，没钱吃饭，饿出幻觉来了，幻想自己是亿万富翁？你要是真的生活困难，你和我们说啊，我们给你搞个水滴筹，哈哈哈哈哈哈！林苗的笑声很尖锐，几乎将我的耳膜都洞穿了。就连班主任也叹了口气，拿出手机做事要给我联系心理医生。小周啊，我以前有个学生，现在是做心理医生的，他人不错，你去找他治病，说不定他还能给你优惠一点呢。他的话音刚落，嘲笑声越发的大了，可我的脸上仍旧带着笑容，轻声问道：“你们不相信我是？那为什么相信宋明是？你和宋明能比吗？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林苗是跳得最高的，在他眼里，宋明就不是凡人，而是天上的神仙。就连沈明月也说道：“周泽雄，要是你现在承认错误，大家都是老同学，会原谅你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宋明。周泽雄，我可以原谅你这一次，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对我进行审判。我甚至还没有承认自己说了谎，他就着急的想要原谅我了。多么高大的形象！宋明，捐楼都会有合同签订，你有吗？我本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宋明不打自招，却没想到他淡淡叹了口气，竟然真的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几秒钟之后，
一份电子合同就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合同上的签名位置，赫然盖着的是我名下公司的印章。天啊，宋明，你竟然是天泽公司的老板吗？沈明月看向他的眼神里满是星星眼。天泽公司，真的是天泽公司，那个短短4年时间垄断了所有市场的天泽公司。不是说这个公司的老板从来没有露过面吗？没想到竟然是宋明。我的老天爷，我真是太幸运了，我竟然和天泽公司的老板是同学，我的妈呀！周边传来各个同学的艳羡声。宋明在他们的吹捧声中微微抬了抬下巴，将手机递到了我的面前，确保我可以看清楚。怎么样，现在你相信了吧？我皱着眉毛，脸色很差。旁人以为我终于害怕了，可实际上我只是在思考，为什么公司的电子合同会在宋明的手机上？愣着干什么？周泽雄赶紧给宋明道歉。在得知了宋明的真实身份后，班主任对他更加的殷勤，就差直接变成宋明的狗了。小宋啊，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以后可不能忘了老师啊。沈明月看向我时，眼里的鄙夷再也没有任何的掩饰。他站在宋明的身边，脚上的高跟鞋在灯光下闪烁，俨然已经是一副女主人的样子。阿明当然厉害了，不像有些人，以前是学校的蛀虫，现在是社会的搅屎棍。可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我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宋明，没有在乎别人的话。这份电子合同你哪里来的？也许是我的语气太过于严厉，以至于现场的嘲笑声竟然安静了下来。宋明对上我的视线，有一瞬间的心虚，却又很快消失不见。我的公司电子合同当然是我的。我缓缓向前一步，逼近了宋明的面前。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份合同究竟是哪里来的？拿到公司的电子合同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这份合同可以出现在宋明的手中，那也可以出现在任何人的手里。我必须找到他得到电子合同的原因，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对症下药。可很显然，宋明并不打算告诉我，相反，林淼走上前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娇小的身体爆发出了格外强大的力量。他狠狠瞪着我：“周泽雄，你是不是想扯开话题？刚刚让宋明拿合同的人是你。现在宋明的合同拿出来了，不依不饶的人也是你。宋明凭什么回答你这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赶紧道歉！”他的话在同学之间一呼百应。是啊，道歉，道歉！真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周泽雄还是老样子，读书的时候就能偷东西的，能是什么好人？也是，大学也没考上。真是社会的败类，社会的败类。可他们这些考上了大学的，又能算得上是什么好东西？我冷笑着，一把抽出了自己的手。可偏偏到了这个时候，宋明还要假装大度。算了，林淼，可能周泽雄只是想要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而已。我不在乎的。看着他那张伪善的脸，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刚想说出事实，就听见教室里的广播响起，原来是让所有毕业生去礼堂进行校庆的活动。班主任拍了拍手，道：“行了，大家先去礼堂吧。”对我的批判按下了暂停键。看着毫不犹豫转身离开的宋明，还有跟在他身边的沈明月与林淼，我心中的嘲笑如潮水一般溢了出来。如果我没记错，今天的校庆上，校长还给我的秘书发了消息，希望我可以到场进行演讲。不知道等到了那个时候，宋明又会如何应对呢？礼堂的人很多，一个班级的毕业生都会坐在一块儿，而我们班恰好在礼堂的第一排。林苗坐在我的身边，
眉头皱得可以夹死苍蝇。真晦气，怎么偏偏是我坐在你边上？你离我远一点，不会趁机想占我便宜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挪了挪。坐在林苗身边的人是沈明月，他轻声提醒道：苗苗，你小心点，看好自己的东西。这意思就是我会偷窃了。我勾起嘴角，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就看见校长正东看西看的朝着我们班的方向走来。班主任立刻迎了上去：校长，有什么事吗？赵老师啊，你还记得给我们学校捐了2栋大楼的那个老板？校长的话还没说完，班主任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立刻走到了宋明的面前，将他从椅子上带了起来。这儿呢，校长，就是他，宋明，是我的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可听话了。宋明的脸上露出了谦逊的笑容，与校长握了握手。校长的眼里迸发出了强烈的光彩，握着宋明的手不肯松开。原来是你啊，真是太感激了。毕业了还能想着学校，是我应该做的，您不用放在心上。校长拍了拍宋明的肩膀，语气里带着欣慰：真是后生可畏啊。既然这样，你的演讲稿应该准备好了吧？这下却轮到宋明傻眼了。演讲稿？是啊，我提前联系了你的秘书，希望你可以在校庆会上进行演讲，你不是答应了吗？宋明的脸色一僵，但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我一时之间没想起来，您放心吧，我准备好了。那就好，那就好。我坐在一边的椅子上，看着他们演戏，只觉得无比可笑。校长还想多说什么，手机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看着来电显示人，他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真切。喂，对，就在礼堂，您直接进来就好。对，我已经找到您的老板了。好的。他的电话刚刚挂断没多久，我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长相熟悉的男人朝着这里大步走来，是我的秘书。校长立刻就迎了上去，可偏偏秘书从他和宋明的面前径直走过，最后停在了我的身前。周总，晚上还有个饭局，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您看看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出场顺序？一时之间，现场鸦雀无声。班主任是最快回过神来的，他结巴道：你认错人了吧？你的老板不是？秘书皱眉看向他，反问道：你是觉得我连我的老板是谁都分不清楚吗？看着那些神情各异的脸，我笑着摇了摇头，对着秘书道：调整一下顺序就好，抓紧时间结束，我们尽快赶过去。好的，周总。我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走到了校长的面前。校长您好，我叫周泽雄，也是这一次幕后的捐赠者。或许您已经忘了，但当初就是您的一句学费全免，才让我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校长显然没从这样的变故之中回过神来。周泽雄，我记得你，我有印象，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成功，一切还是多亏了你。既然捐赠者是你，那为什么？校长欲言又止地看向班主任和宋明，他们2个人的脸色都格外的惨白。我没有过多解释其中的缘由，只是拜托道：校长，还要麻烦你调整一下出场的顺序，我后面还有一个饭局要参加。好，您放心，有了更加重要的事情。校长很快就急匆匆离开了，我就站在原地看着班主任那张打翻了调料盘的脸，笑着问道：现在还需要我道歉吗？您太客气了，周总。班主任的额头上有冷汗滴落，他小心翼翼抬头看了一下我的脸色，搜刮着自己肚子里所有的墨水。周总，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但我毕竟是您的老师，这次的事情您看
他是担心我利用自己的身份，让他丢失了老师这个铁饭碗。我笑着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不是这样小气的人。班主任立刻吐出了一口浊气，似乎是松了口气的模样，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要面对什么。比起他的及时低头，敢于认错，林苗等人就显得不够圆滑了。林苗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两眼瞪得就像是铜铃一般，不断地喃喃着：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过就是一个连大学都没去的穷小子而已，怎么可能会变成老板？不可能！林苗反复否认着一切，可我的成功不会因为他的否认就消失。沈明月的脸色发白，嘴唇颤抖着，对上我的视线时，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容。阿泽，我不知道，原来你说的是真的。我也是被宋明蒙蔽了。你不会和我计较的，对吗？他说着，小心翼翼伸出手来，想要牵住我的衣角，却被我后退一步躲开了。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宋明的身上。我不管你是怎么拿到内部的电子合同的，宋明，警察会调查清楚一切。说完这句话后，我也没有看他们的反应，而是直接朝着后台走去了。身后传来了重物倒地的声音。站在演讲台上的那一刻，聚光灯落在我的身上，我像是看见了16岁的周泽雄，背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带着爸妈的期望和对未来的美好幻想来到这里，却在现实的打压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这条路，我或许比很多人走的都要顺利一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从那个可怕的噩梦之中走出来，我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台下，班主任他们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地看着我，每个人的眼中都带着哀求。这样熟悉的眼神，曾经的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看着他们？但我们迎来的结局是一样的，他们不会放过我，就像我不会放过他们。我笑着拿起了话筒，声音响彻了礼堂的每一个角落。能走到今天，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但我最要感谢的是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我要感谢他曾经不顾地点的辱骂，让我建立了强大的心理素质；也要感谢他一次又一次地点破我不够完美的出生，让我意识到这条路我只能靠着自己走下去。台下班主任的嘴唇颤抖，看上去惶恐极了。我还要感谢高中时候的班长宋明，感谢他对我的污蔑，让所有人将我视作小偷。我也要感谢他，让我明白了，原来人不够强大，就真的只能被人踩在脚下。还有我曾经喜欢过的女生沈明月，感谢她对我的厌恶和羞辱，让我明白，如果你太过弱小，连喜欢一个人的资格都不能拥有。还有以林苗为代表的我所有的同学们，感谢你们，让我在绝境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自己，感谢我的不服输，我的倔强，让我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演讲结束后，我没有在学校里多做停留，就要奔赴下一个饭局，自然也不知道有人将我的演讲视频放到了网上。有网友自称是我的校友，将我高中时的经历全部都公之于众。班主任被怒火滔天的校长开除了，倒是来找过我2次，希望我可以帮他说说好话，但他压根没看见我，就被保安扔了出去。而沈明月在得知了我的真实身份后，对我进行了长达好几个月的骚扰。在公司拦截我几次没成功后，反被一辆失控了的汽车撞飞，没有生命危险，却毁了容。林苗是最安静的一个，他知道我不会原谅他们，所以也没有来我的面前显眼。只是可惜，所有人都知道林苗曾经得罪过我，他被公司开除了，到处碰壁之后，
最终只能选择离开了这座城市。至于宋明，警察最终发现他的电子合同竟然是从他父亲的手机里拷贝的，而他的父亲就是我公司的员工。从高中开始，宋明就立了一个富家子弟的人设，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他的父亲被公司开除并罚了款，宋明的名声彻底臭了。听说后来迷恋上了赌博，也不知结局如何。很久之后，记者采访问起我，如果回到16岁，会和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我思考了一会儿，对着镜头缓缓道：往前走吧，不管前路如何，你的未来都在等着你。相信自己，你会走出这片迷雾。送给16岁的自己，也送给16岁的所有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